嘿，今天我们揭秘全球10大最贵食材，从天价珍馐到西式调味品，个个贵到让人啧舌。想知道它们有多贵？快来跟我们一起探索！别忘了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精彩内容不漏看。有想讨论的话题，可以到下方留讨论。我们马上开始。第10名，澳大利亚野生鲍鱼。第10名是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野生鲍鱼，堪称海底的移动金库。这家伙贵到1公斤要3000美金，普通人吃一口可能得先查查银行余额。想知道它为啥这么值钱？来，跟我们潜到海底一探究竟。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小州，被称为世界尽头。这地方以前是流放重刑犯的地狱岛，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海鲜天堂。龙虾、海参、皇帝蟹产量占全澳渔业的3/4，而野生鲍鱼更是这里的招牌明星。为啥？因为塔斯马尼亚的海水冷，盐分高，水流急，还得是背风背流的岩礁区，海藻多的像自助餐，才能养出肥美多汁的鲍鱼。这环境简直是鲍鱼的5星级豪宅。澳大利亚野生鲍鱼的成长史堪称海底励志故事。它靠啃海藻为生，活像海底的放牧小牛，但长得慢得让人抓狂，8年才长到1公斤。想吃，得先潜到20米深的南澳冰冷海域，徒手从礁石上抠下来。这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潜水员得冒着寒流跟鲍鱼来一场亲密接触，而且澳洲法律超严格，捕捞前得拿尺子量尺寸，鲍鱼太小放回去，无证捕捞，等着吃罚单吧。年产只有4600吨，难怪它贵得像海洋里的限量版跑车。刚捞上来的鲍鱼可不能直接上桌，得先泡在人工海水里静养3天，排出杂质，适应低压环境。之后，鲍鱼专家会决定他们的人生轨迹，是做罐头还是飞往高档餐厅。澳洲鲍鱼分3种：杂交鲍、黑边鲍、青边鲍，个个肉质紧实，富含胶原蛋白，稍微一煮 Q 弹有嚼劲，但火候得小心，超过50摄氏度肉质会变橡皮筋，得慢炖到胶原蛋白化成胶质，入口才滑嫩如丝。日本人爱把鲍鱼切片烧烤，澳洲人直接整个丢烤架，中国人则偏爱炖汤或清蒸。无论是高档宴会的压轴菜，还是米其林餐厅的创意料理，澳洲野生鲍鱼都能 hold 住全场，一道菜能有10几种做法，难怪它在全球高端餐桌上这么抢手。第9名，黑尾鱼。金枪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尾鱼，作为生鱼片的一种，在日本料理中是相当受欢迎的食材，尤其最顶级的蓝鳍金枪鱼，俗称黑尾鱼，其肉中密布雪花般的油脂，口感如雪糕般入口即溶，因此又有刺身之王的称号，被公认是最顶级的美味，也是日料中高级食材的代表。黑尾鱼季节约每年4至6月，大批鱼群洄游到台湾南部海域，是渔民捕捞的最佳时机。蓝鳍金枪鱼由于环绕北半球的海域洄游，运动量高，因此肉质极佳，而冬天则是最美味的季节。蓝鳍金枪鱼油脂丰厚，口感绵密，不论生食或熟食都相当美味，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其所含的 DHA 及 EPA 是鱼类中最高的，对于预防阿兹海默症和心血管疾病都有所帮助。而蓝鳍金枪鱼的美味也引来人类的过度捕捞，致使其数量锐减，并成为世界上价格增长最高的食材之一。加上蓝鳍金枪鱼成熟较晚，人为饲养不易，因此19世纪至今，蓝鳍金枪鱼的身价一路水涨船高。这一点从东京知名的驻地水产市场的拍卖记录可以得知。在2017年1月的首场交易中，一条212公斤的蓝鳍金枪鱼以日币7400万元成交，相当于台币2000多万元。虽然通常落标价格不是回出天价，2024年10月份，野生蓝鳍金枪鱼的基本价格也达到5000美金1公斤。金三角是黑尾鱼下巴接近肚子的部位，是黑尾鱼最顶级的部位，因为每只鱼仅有2块金三角，
每块约为3到5斤，且是黑尾鱼全身上下肉质与油花最棒的部位，因此金三角要价不菲。通常来说，一条蓝鳍金枪鱼可被分解为大腹、中腹、翅身、腮帮等4个部位，各部位价格由高到低为金三角、上腹、中腹、下腹以及翅身。大腹是蓝鳍金枪鱼全身油脂最丰厚的部分，肉质呈粉红色，表面可以明显看到脂肪纹路，口感细嫩绵密，几乎入口即化，油脂香气十足。然而大腹数量稀少，价格也十分昂贵，是制作刺身的顶级食材。中腹含有适度的脂肪与肌肉，肉的色泽较深，其所含的油脂量低于大腹，口感也略逊大腹一筹，因此价格中等。而翅身则由于是脂肪含量最少的肌肉部分，口感较差，因此价格最为低廉，在不少寿司店都可以吃到。翅身寿司油脂含量少，呈现有光泽的深红色。第8名，燕窝。燕窝又称燕菜、燕根、燕盏、金丝等，它是名贵的烹饪原料和补品，但无研究证据支持其营养价值极高的说法。燕窝的原材料主要是金丝燕，在东南亚，如马来西亚的海边峭壁的山洞中，使用其唾液配合绒毛、草叶或植物茎秆制作的育儿巢，在幼燕孵化和长成后就会被弃置。其野生燕窝市场每公斤约为$6000左右。传说中国第一个吃燕窝的人是明朝航海家郑和。郑和的远洋船队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暴，停泊在马来群岛一个荒岛处，食物紧缺，无意中发现在断石峭壁上的燕窝，于是命令部属采摘，洗净后用清水炖煮，用以充饥。数日后，船员个个脸色红润，中气颇足，于是船队回国时带一些献给明成祖。但是在马来西亚挖掘唐代瓷器时，曾发现取窝产，这就证明了唐代时就已经出现了燕窝贸易。市面流通的燕窝一般依颜色可分为较普遍的白燕窝，即市值较高且俗称血燕的红燕窝。在一般的印象中，红燕窝被誉为等级品质最高的燕窝，其次则是黄燕窝及白燕窝。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于2015年的科学研究中指出，红燕窝的形成并非如坊间所流传的是因燕子的唾液含有血丝导致燕窝的颜色转红，而为化学反应作用所致。2011年8月15日，浙江省工商局抽查3万多例血燕窝，亚硝酸盐含量全部超标，被称为毒血燕事件。最严重的样品亚硝酸盐含量甚至超标350倍之多。第7名，白松露。在西餐中，松露和鹅肝、鱼子酱并称为世界3大珍馐，经常被一些朋友戏称看得起吃不起。根据资料记录，世界已发现100多种松露，黑色、白色、紫色、黄色，外形气味都略有不同。松露通常是1年生的真菌，多数在阔叶树的根部着丝生长，一般生长在松树、栗树、橡树下，散布于树底方圆120至150厘米，块状主体藏于地下3至40厘米。它对于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只要阳光、水量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这也是松露价格不菲的缘故。其中白松露的价格却是压倒性的昂贵。白松露对环境的要求更加严苛，除了无法人工栽培，目前也仅在意大利的北部发现，知名产地是意大利的阿尔巴镇，而且白松露只在每年的10至12月之间生长，挖出后的保鲜期也仅有3天左右，因此显得更加珍贵。白松露的味道及气味被形容为世上独一无二，事实是白松露的气味的确非文笔所能形容。意大利名厨卡罗克拉科说，白松露有如乌托邦，虽然知道却描摹不出，可以察觉却无法咀嚼，虽然靠近却抓不住它的精魂，气味介于大蒜和最好的帕尔玛干酪之间。白松露的色泽为轻微的金色、浅褐色以及淡棕色，并且带有棕褐色或奶白色的斑块。白松露小的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大的就像苹果那样。白松露喜欢碱性的石灰土，
土壤粗松，易排水，易透气。夏天生长期时需要雨水，但不能太多，因为松露无法自己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生长所用碳水化合物，因此必须要和橡树的根须共生存活，利用橡树的根须吸收养分，所以松露的生长范围一般都在树丛间。白松露全球产量仅3吨，相对于年产量约35吨的黑松露更为珍贵稀少，所以它的售价是黑松露的5到8倍，价格根据封芡年份浮动。2024年每公斤在7000美金左右。白松露被誉为白色钻石。2007年，一颗重51千克的白松露拍出了33万美金的天价。白松露较为内敛，而且由于煮了会变味，因此白松露必须生吃。吃法是以专业的刀具刨成薄片，撒在意大利面、牛排等高级菜肴上，以增强其独特的香气和风味，这样品尝到白松露天然神秘的芳香。第6名，大白鲟鱼子酱。第6名是鼎鼎大名的大白鲟鱼子酱，号称海里的黑钻石，每公斤要价1万美金。吃一口，感觉钱包都在颤抖。这玩意儿为啥贵得像住5星级酒店？鱼子酱可不是随便哪条鱼的卵都能叫的，只有3种鲟鱼的卵够格：大白鲟、奥西特拉鲟和闪光鲟。其中大白鲟是鱼子酱界的劳斯莱斯，它的鱼卵圆润饱满，颜色从淡灰到灰黑，偶尔还泛点金光，入口香醇滑嫩，简直是舌尖上的华尔兹，难怪它有海里珍珠的美名。最夸张的是伊朗产的顶级大白鲟鱼子酱，用100岁老鲟鱼的卵做成，装在24K 黄金罐里，10克就要2万5千美金，这价格买真黄金都够了。大白鲟的成长速度慢得像乌龟爬，从小鱼到能产卵得等18到20年。更惨的是，过度捕捞和环境破坏让大白鲟濒临灭绝，每年全球捕获不到100尾。鱼卵产量稀少，制作还超费工，难怪它贵得让人想贷款吃一口。想吃最顶级的，得抢伊朗货，那可是鱼子酱界的爱马仕。吃鱼子酱可不是随便舀一勺塞嘴里，这家伙娇贵得很，怕热怕烂，得装在碎冰的玻璃碗里保鲜。舀的时候千万别用普通金属汤匙，会让鱼子酱变酸走味。讲究的富豪都用珍珠母贝或鱼骨汤匙，预算不够，木头或塑料的也行。吃法更是花样百出，抹在饼干、法国面包上，或者直接一口爆浆，鲜香满嘴，简直爽到飞起。顶级餐厅还用它点缀菜肴，一勺下去，菜品直接升鲜。鱼子酱不止馋嘴，还能养颜，它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富豪拿来护肤，抹一口脸都变瓷娃娃。但记住，别高温烹调，不然香气全跑光，等于把钱扔水里。第5名，阿尔巴的蜂蜜。蜂蜜自古就被人类作为营养食品，很早就开始人工养殖，至今依然是很受欢迎的天然食品。只是土耳其出产一种名为阿尔巴的蜂蜜，价格就不是一般人吃得起的。这种蜜在2018年曾经1公斤可卖到4万5千美金，价值相当于一辆100万名车。但这只是稀有中的稀有，这蜂蜜的价格起起落落，在2024年每公斤约为1万美金。许多人对土耳其的印象就是蓝白相间的恶魔之眼，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根据调查指出，土耳其是全球第3大盛产蜂蜜的国家，当地市场所贩售的蜂蜜种类至少有10几种，其中又以阿尔巴蜂蜜最为珍惜。阿尔巴蜂蜜来自于土耳其东北部阿尔特温市，2009年被一名养蜂人发现，这种蜂蜜藏在山谷间的洞穴里，不仅产量稀少，采摘过程具有一定的困难度，工人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利用绳索与梯子进入山谷中的洞穴，倘若稍有疏失，便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悲剧。再加上这种蜂蜜本身含有大量矿物质，营养成分非常高，甚至被视为纯天然的药物，因此价格总是居高不下。最便宜的时候，1公斤仍然要价5000欧元，跟市面上普通蜂蜜1公斤15欧元相比，两者之间相差300多倍，对一般家庭来说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
除了这种贵如黄金的蜂蜜以外，百里香蜂蜜也是较为罕见的种类，产地集中于土耳其西部与爱琴海岛屿，具有金黄色的色泽，口感浓稠，香甜却不会太腻。由于每年只有一次采收期，产量稀少，不足以出口至海外。如果不是当地居民，就算想吃也吃不到。另外，像高原野花蜜、栗子花的花蜜、松树蜜、使用特殊培养法的蓝蜂蜜等，都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种类。在商店与超市随处可见罐装蜂蜜，还有连同蜂巢一起出售的盒装蜂巢蜜。对喜爱甜食的土耳其人来说，一日无蜂蜜则面目可憎。这种蜂蜜常用于高级餐厅的甜点制作，或搭配奶酪享用，提升整体风味。对喜爱甜食与蜂蜜的人而言，土耳其根本就是美食天堂。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地盛产大量蜂蜜，购买时还是要仔细观察是否掺杂假货。可从蜂蜜的透明度、色泽明亮度、表面是否因发酵而产生泡沫与酸味、蜂巢有没有白色沉淀物进行判断。若是结晶蜜，可置于指尖稍微搓揉几下，如果很快就化开，表示并未掺入其他糖类。第4名，日本西张哈密瓜。西张蜜瓜是日本北海道有名的特产，也是日本高端蜜瓜的代名词，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其果皮灰绿色，覆盖细绳状网纹，果肉橙红色，绵软多汁，突出特点是甘甜浓厚，香气馥郁，回味悠长。作为西张市乃至北海道的一张名片，每年有大量的游客都慕名而来。每年西张蜜瓜上市的季节，会选出2粒瓜王，在札幌中央批发市场举办年度首次拍卖会竞拍。在2022年5月的西张蜜瓜拍卖上，2个蜜瓜最高竞价为300万日元，约66万台币。由于日本的耕地面积很少，水果是较为稀缺的农产品，西张蜜瓜的价值一路攀升。普通的西张蜜瓜售价也高达一对约1000到3000台币，而特级精选出来的瓜王售价在每公斤12000美金，约38万新台币。2013年，铃木曾自费30多万日元，只身携带50个西张蜜瓜渡航卡塔尔，进城阿提亚外相、政府人员和王族们，并博得好评。正因如此，西张蜜瓜得以出口贸易，使得西张每户农家平均增收200万日元。受东亚社会的送礼文化的影响，如今西张蜜瓜销售额的98%都来自政府部门、商社、银行、土木建筑等行业的高端人士。应季的新鲜蜜瓜被装进桐木盒中，再用丝绸包裹起来，便成为了一份赠与亲朋好友或上级长辈的精美礼品。西张蜜瓜能够得以天价售出，离不开背后的农协的支撑。从播种开始，农业协会提供技术支持，如播种时间、面积、品种，甚至对授粉、浇水、施肥时间、施肥量、施肥种类都有详尽的指导。一方面保证了蜜瓜的品质，一方面避免了一窝蜂大量种植导致价格下滑的恶性竞争。第3名，托阿克巧克力。第3名是来自厄瓜多尔的托阿克巧克力，一条巧克力棒就要近500美元，换算每公斤15000美元。这价格，买块巧克力都能顺便买台机车了。超市货架，别想了，这家伙贵得像博物馆藏品。托阿克巧克力的灵魂是科帕卡巴纳可可，堪称可可界的活化石。这种可可是厄瓜多尔土著的传家之宝，5000年前就用来做仪式，连考古学家都在古陶器里找到它的痕迹。2009年前，大家还以为它灭绝了，直到托阿克把它复活。这可可稀有到不行，托阿克还专门建了个保护区，每年培育5000株幼苗，它是可可界的 VIP 保育院。加上全球变暖威胁巧克力供应，这波操作直接让它身价暴涨。托阿克巧克力一出手，包装就是镀金盒子，拿在手里跟捧个金元宝似的。但它贵的不只是外表，而是用科帕卡巴纳可可和这糖手工打造。可可含量从65%到100%，口感浓到炸。最夸张的是，他们还搞了个巧克力陈酿。对，你没听错，灵感来自威士忌。托阿克把巧克力放木桶里陈化，最长5年，
可可脂像海绵一样吸木桶的香气，味道越沉越醇厚，颜色也更深，入口就像在吃巧克力界的陈年老酒。5000年前，瓜多尔土著用可可做仪式，可能还拿来当饮料喝。现在托阿克把这古老味道复刻，还加了威士忌风味，简直是穿越时空的味蕾狂欢。哦，对了，托阿克还跟保护组织合作，拯救濒危可可树。买一块巧克力等于做环保，够酷吧？第2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已知最早被记载的虫草菌，早在公元863年的唐代就已出现在博物学家段成式的记载中。以往冬虫夏草向来被认为可以补肺益肾、止血化痰等功效。冬虫夏草生长在海拔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草地、灌木带、雪线附近的草坡上，土里的一种菌类孢子寄生于幼虫，在幼虫体内生长，吸取其养分至死亡。到了冬季，蝙蝠蛾幼虫被虫草菌寄生死亡后，体内组织外壳会与菌丝结合成坚硬的菌丝体，因为外表还是如幼虫的外形，这时就被称为冬虫。到夏天时，从蝙蝠蛾幼虫的头部长出，然后突出地面，外观状似植物，长出棒状子囊座，并且露出地面形成夏草，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冬虫夏草。1999年被中国列为国家2级保护物种。由于其功效绝佳，早在2020年7月9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一危。威胁到种群数量衰退的主要因素是全球气候变化和过度采挖，这也使得野生冬虫夏草非常难得。市面上也有养殖的夏草，据说其功效不如野生来得好，导致了真正的王中王野生冬虫夏草的价格一路飙升至如今的每公斤高达5万美金或更多。冬虫夏草的价格也让民间对冬虫夏草的功效产生争议。冬虫夏草正式作为药物载入书典，是从清朝出版的《本草从新》开始，指出冬虫夏草的作用是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以劳嗽。之后，冬虫夏草与人参、鹿茸一起并称3大名贵滋补药材，享有极大的盛名。但是，冬虫夏草是否含有有效成分，一直饱受专业人士诟病。虫草酸被认为是冬虫夏草的功效成分或标志性成分，但其实虫草酸就是甘露醇，是一种非常普通而便宜的化工产品，被广泛用于食品药物当中。同时，多项研究表明，冬虫夏草中并不含有发现于蛹虫草菌的虫草素。第1名，藏红花。藏红花广泛分布于地中海地区、北非、南欧、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北美洲。该花在地球的大部分角落都能繁盛生长，但因为其能利用的部分只有雌蕊柱头，所以产量反而很小，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培养出一个能有经济价值的雌蕊柱头。不论在古代或现代，大多数藏红花都用于饮食及料理之上。如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地都把藏红花用于备烤食品。自古以来，西红花在药用上也被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包括胃病、鼠疫和天花等。临床试验显示，藏红花有潜能成为抗癌和抗衰老剂。除此之外，藏红花一直被用作纺织品的染料。藏红花的价值极高，其全株植物只有柱头可利用，且需由人工摘取。1公斤的干燥番红花需要用到大约12万朵鲜花，相当于2个足球场面积的农田。另外，藏红花的花期仅1到2周，因此农民得日夜轮班才能采收完成。取出的柱头必须迅速烘干，以免发霉。而1公斤的藏红花市场价如今已高达6万5千美金以上。一些高级餐厅把藏红花当作食材的点缀，让食物看起来更加美味。好了，以上是全球最昂贵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奢华享受，更是自然与文化的瑰宝。它们提醒我们，珍惜的美味来之不易，值得我们珍惜地球的馈赠。感谢你的观看，还有记得留言告诉我，你最想吃哪道珍馐？以下是我猜你们喜欢的内容影片，你喜欢哪一个就点来看看，反正不用钱。记得订阅加点赞，我们下期见，拜拜。